这个男人火遍整个三角洲社区。多年以后，面对直播间的小七八们，老飞宇将会想起他将《鼠鼠得知小曲》当做视频配乐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本期人物为你分享三角洲一哥们鼠王老飞宇。一直以来，玩家们对于谁是三角洲第一枪王这件事争论不休。但要是说起第一鼠王的话，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老飞宇。要是统计当下最火的 FPS 游戏，那三角洲必定要占据一席之地。如今日活已经突破5000万，网吧里到处可见三角洲玩家，它正在成为一款现象级游戏。而三角洲能如此爆火，鼠鼠文化功不可没。它告诉那些原本对射击游戏不感兴趣的玩家，这里不需要枪法，也可以有愉快的游玩体验。低门槛最终吸引了越来越多游玩的人。而咱们今天的主角老飞宇，就是三角洲鼠鼠文化的领跑者。在别的玩家还没摸清楚这个游戏机制的时候，老飞宇就已经开始剪辑自己的量产图片了。虽说只是日常的跑刀视频，但加上一个对称小猫表情包以及极具辨识度私人音乐之后，让整个视频变得相当魔性，忍不住多看两眼。当时游戏毕竟没出多久，别的主播都是苦练技术，挑战单三绝行，那老飞宇就在这个鼠鼠赛道上起飞了。随着公式化薯片的爆火，普通玩家也受到了影响。咱就不说别的，现在摸出大红之后，忍不住就想哼上两句得知小曲，甚至就连游戏官方也将小猫的表情包做进游戏，变成了喷漆。鼠鼠文化盛行，那作为领头人的老飞宇自然也吃上了流量，成功爆火。虽说在整个三角洲社区，他的流量不算最大的，但在自己的平台，那真的是独一档的一哥。老飞宇的爆火也不仅仅是靠着薯片这一个秘籍，观众们很快发现，看他直播是能学到真东西的。除了鼠王之外，老飞宇还有一个外号叫乌鲁鲁人助力，相信不少玩家都不太会用乌鲁鲁的巡飞弹，要么炸墙，要么空中就被人打掉了。但在老飞宇手中，这巡飞弹就跟长腿了一样，在房间里到处转弯，最后总能精准命中敌人。新春红人杯，老飞宇一个巡飞弹从黑市长廊飞到福利，待在总裁的林树一看到这个轨迹，直接1秒认出老飞宇，看看这就是口碑。另外，老飞宇还精通各种7、8点位，对地图理解这一块可以给到夯爆了。掌握几种福利无伤跳大坑手法，这个咱就不说了。在监狱地图更是跟回家了一样，利用攀爬机制出现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，直播观赏性拉满了，更是以一己之力创造出多个必排的7、8点位。之所以会有如此深刻的地图理解，跟老飞宇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。在成为三角洲主播之前，他就已经是一个科研家了。老飞宇是一个热爱 FPS 的玩家，从生死狙击到三角洲，他玩过并且直播过的不下10款。然而除了三角洲之外，其他流量都是相当差劲的。早年守望先锋上线之后，老飞宇凭借着出色的技术成为路人王。为了让自己直播更有人气一点，他选择成为了一名职业选手。在守望先锋时期，他就已经热衷于研究奇葩点位了。然而就算他当上了职业选手，直播还是没有做起来。这时候的老飞宇就好像一个流量绝缘体，不管是靠技术还是靠节目效果，始终火不起来。后来卡拉比丘和 The Finals 上线，老飞宇也总算积攒了不少人气，甚至还成为了 The Finals 一哥。然而这时候游戏已经快凉透了，你说这气人不气人？直播几年始终默默无闻，老飞宇却没有想过放弃。他始终在坚持，等待一个属于自己的机会。直到三角洲上线后，他等到了自己的机会。从国王大道到航天基地，这条路他走了8年。在三角洲这个板块做大做强后，老飞宇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，始终戒骄戒躁。在直播之外，还是整天泡在游戏里进行钻研，想尽办法给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欢乐。三角洲不仅让老飞宇爆火改变人生，更是让他遇到了自己的灵魂羁绊杨奇佳。这两人在一块儿，那真可谓是高山流水遇知音，直接组成了7、8杨组合，这才是他们的完全体。三角洲也是有福了，一门双至尊都让他们集齐了。当然，老飞宇的成功还离不开他无可挑剔的人品。杨奇佳就说了，老飞宇绝对是他认识的最干净的主播，主播里面最干净的。三角洲豪吃杯中，老飞宇更是选择了2个新手参加比赛，自己淋过雨，所以总想着给后来者撑上一把伞，这就是老飞宇的魅力所在。